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人要承受多大的委屈，才会在大雨中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悄悄离开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她不是赌气，更不是逃避，而是终于明白了，有些家庭不是避风的港湾，而是沉默的牢笼。那一晚，陇海市的雨下的特别大，雨点噼啪打在街灯上，像谁在哭情路。一手抱着熟睡的小冰冰，一手拎着破旧的行李箱从张家的小楼缓缓走出来。他没有带伞，却没有回头，门框的一声关上，就像某段日子终于被他亲手画上句点。没人知道，这位曾在市区做过室内设计的女人，放弃事业嫁到农村换来的不是尊重，而是从第一天起就冷冰冰的你是外人婆婆王素兰。那天第一眼见她就上下打量，听说是城里人有啥了不起。她丈夫张斌只低头喝汤，装作没听见那顿饭她吃的比药还苦。她以为只是磨合期，可没想到这只是开始。张家人讲规矩，大儿媳李瑶生完孩子唐满月都没人说一句，可她剖腹产10天，婆婆就催她下地做饭。张家从来没有坐月子的习惯，女人不能娇气，情路的刀口还没好。她咬牙走进厨房，手一抖，锅铲掉地上，小冰冰在屋里哭，她眼泪也跟着落下来。她不敢打电话回娘家，怕母亲担心，可后来实在撑不住，拨通了母亲的号，电话那头却只叹了口气，这条路是你选的，哭着也要走完。那一晚，她把所有情绪咽回肚子里，像咽下一颗颗滚烫的石子。日子一天天过去，婆婆从未真正接纳她。家李士多每一件都由她做，丈夫张斌工作忙，从不插手家务，更不敢顶撞母亲秦露的存在，仿佛只是孩子的附属品，唯一的光亮就是小冰冰。有时候她开眼笑，秦露觉得这世界还没有完全黑，直到那晚小冰冰发高烧，脸红的像煮熟的虾，秦露急得直发抖，抱着孩子连夜打车去市医院，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危险了。她坐在急诊椅子上，抱着孩子，哭得像个失去一切的孩子。那种痛不是被误解，而是怕孩子会因自己忍耐太久而受伤。第二天清晨，她没跟何人打招呼，悄悄收拾行李，抱着孩子离开张家。他去了城区东边一个他曾熟悉的地方，那里有家旧朋友开的租房公司，老板娘刘姐见了他一眼，立刻给了个打扫干净的小房间住下吧。前不及，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电磁炉，一台老旧的风扇。但当秦露放下小冰冰，望着窗外被雨洗净的天空时，竟觉得松了许多。她轻轻摸了摸孩子的额头，低声说，妈妈以后不会再让你受苦了。那一夜雨还在下，但她睡得很沉，梦里没有婆婆的责骂，没有丈夫的冷淡，只有小冰冰咯咯地笑着，像春天刚开的第一朵花。她不是没想过，婚姻也许本就不该开始。3年前，在市中心设计公司加班的某个夜晚，秦露接到了张斌的电话，露露，我妈催我们早点结婚，咱们就定下来吧。那一刻她没太多思考，只听见自己说了句好。那时候她已经30岁，父亲过世，母亲催她安定。张斌外表老实，收入稳定，对她也体贴，更重要的是她怀孕了，一个意外却也成为他们加速婚事的理由。她辞了职，带着肚子嫁进张家。张家在北方郊区的一个小镇上，一栋4层的红砖房，墙上贴着褪色的福字，院里晒着衣服，辣椒，还有王素兰高声吆喝的语气。秦露站在门口，提着箱子，肚子微隆，汗水顺着背流下。张斌只是咧嘴笑，习惯就好。乡下虽然没城里舒适，但人情味重，他点头笑着。进门可进门第一天，他就知道自己错了。婆婆王素兰先是盯着他肚子几个月，是男孩还是女孩？听到他说不知道，脸色立刻沉了几分。我们这边投胎要男的。才忘晚饭时，大嫂李瑶做主位，抱着自家孩子吃饭。秦露被安排在厨房门口的小凳子上夹菜，还得自己站起来去够他一口饭，咽不下，强笑着说，阿姨我坐这儿没事儿。婆婆冷哼，新媳妇儿就该有个样。她想反驳，却看见张斌只顾低头吃饭，眼神飘忽。那晚他第一次失眠，躺在硬邦邦的床垫上，小腹隐隐作痛，耳边是屋外狗吠声，远处摩托的轰鸣，还有婆婆训小孙子的怒骂。他悄悄拿出手机
打开曾经同事发来的消息，露露要是后悔了回来，公司位子随时留着你。她眼圈发红，回复了一个谢谢，却没有勇气按下发送。第二天婆婆带她去镇上的诊所产检，一路上张嘴闭嘴，你要懂规矩。到了诊所一听，医生建议多休息，营养要跟上，婆婆却打断说，我们那会儿生完孩子3天就下地干活，她娇气的很。医生苦笑，也不再多说。回家途中，婆婆去买菜，秦璐在车里等着。她突然听见路边2个妇女窃窃私语，听说新媳妇是城里人，能不能干活还不一定呢。没看见她脸白的跟纸一样，张家这是娶了个菩萨回来。她想冲下车解释，可又咽了回去。那是她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融不进的感觉。她不是不会做饭，不是不懂生活，而是她不是他们的人。晚上她把这些事讲给张斌听，张斌靠在床头玩手机，头也没抬。你就忍忍吧，农村就这风气，咱们日子长着呢。那一刻意识到他所期待的我们，在张斌口中其实只是你和我日子，就这样一点点推着他往下沉。后来他试图跟婆婆讲理，提议请个钟点工帮忙做家务，婆婆立刻发火，家里又不是没人，你以为自己是谁？厨房、洗衣带、孩子，所有事落在他一个人肩上。李瑶成天在房间刷短视频，孩子都交给秦璐抱，张伟游手好闲，还时不时躺在沙发上对他指手画脚，嫂子你做饭也太慢了吧。他不想惹事，只能忍着，但慢慢的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隐形人，在这个家里存在，却从未被真正看见。一次午后，他在厨房切菜，窗外阳光灿烂，他却突然觉得窒息。他看着案板上切了一半的胡萝卜，心想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曾经的他穿着高跟鞋走在办公室走廊，自信从容。如今的他满手油污，头发蓬乱，连一个谢谢都听不到。那天晚上，他坐在床上，打开手机相册，看着怀孕时自己在办公室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时的他笑得眼角都有光。他关掉相册，轻轻地自言自语，秦璐，你还记得你是谁吗？就在他陷入这片迷雾时，唯一的寄托仍然是肚子里的孩子。他暗暗告诉自己，等孩子出生，一切都会变好，他们会接受他，因为他是孩子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他以为自己能熬得过去，他不知道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婆家真正的考验，往往不是来自婚礼当天的排场，而是从第一次留宿开始的那顿晚饭。孩子出生前2个月，王素兰突然通知，从下周开始搬回来住待产在家，方便照顾家。秦璐听见这个字时，心里微微一震。这个家从来不是他的根，只是一堵后墙。他靠着它喘气，却从未感到温暖。搬回张家那天，天刚下过雨，院子里的砖地还潮湿。他拖着行李，扶着肚子踏进院门。王素兰从厨房走出来，一边擦手一边说，屋子我让李瑶腾了间出来，床单你自己铺，别指望别人伺候。谢谢妈，她轻声回应。但王素兰已转身进了厨房。张斌正在帮父亲修理后院的水龙头，看见他来了，只是挥挥手，你先上楼。8楼梯吱呀作响，他慢慢爬上2楼，打开房门，一股潮气扑面而来。床是木板床，角落堆着2个装满旧衣服的袋子，窗帘是泛黄的蕾丝，拉上之后屋里像是罩上了一层阴影。他没说话，默默铺床擦灰，把带来的衣服挂好，把换洗盆子摆在窗边，还在床头贴上了孕检时间，表象是用这些标记在提醒自己，你不是临时过客，你也属于这个家。傍晚6点，晚饭时间到了，王素兰用力敲了敲墙壁，吃饭了。饭桌上摆着4菜1汤，分别是青椒炒蛋干、煎鲫鱼、白菜炖粉条，还有一锅猪骨汤。大家陆续落座，大哥张伟和嫂子李瑶做主位，王素兰挨着丈夫张洪福坐下。秦璐刚想找个位子坐下，王素兰皱了皱眉，新媳妇儿不能随便坐主位，去厨房那边拿个小凳子。张斌本想起身帮他，但在母亲眼神的压制下，只默默咬着筷子。他没说什么，走进厨房，搬了个小凳，坐在饭桌边，脚弯着身子夹菜，像一个临时借住的房客。饭间，王素兰边喝汤边说道，我们这规矩多，新媳妇儿要慢慢学家务活，不用抢。明一早你去市场买菜回来，顺便带上冰的工地饭，我可以去，就是不太熟路线。秦璐小声说，那就早点起，别耽误他。点头。李瑶在一旁翻了个白眼，城里人能去菜市场买点肉都能被人骗吧。
张伟笑起来，嫂子别怕啊，买贵了咱就吃。城里味所有人都笑了，只有秦璐埋头喝汤，眼角泛酸饭后，她主动收拾碗筷，站在灶台边刷碗时，听见婆婆在怨子。里跟邻居闲聊，我就说嘛，什么大学毕业工作好，最后不还是得来我们这当媳妇儿？有啥了不起？邻居附和。现在这年头，女娃子都娇气，哪像以前做满月都得下地干农活。他手里的碗滑了一下，差点摔地上。他深吸一口气，才稳住了自己。晚上他坐在床上，腰酸背痛，小冰冰在肚子里踢了一下。他低头摸着肚子说，宝贝，再忍忍，妈妈一定保护你。第二天清晨6点，天还未亮，王素兰就在门外喊晴。录起来了，没去菜市场。她揉了揉眼睛，披上外衣下楼，手里提着菜篮。钱包放在衣兜里，走进镇上。那条长街空气里满是泥土味与生肉腥味。他从未一个人走在这样的早市，叫卖声此起彼伏，猪头挂在摊位上，鸡脚还在滴血。他硬着头皮买了肉菜鸡蛋，回家时手都红了。刚一进门，婆婆瞥了一眼，回来这么晚，人家李瑶当年天不亮就把菜都买回来了。人多排队，他低头脱鞋除刷。房里灶火腾起，他熟练的烧水、洗菜、切肉、煮粥。这些年虽不是专业厨师，但在职场打拼多年，他知道一旦你站得住脚，哪怕是最难的日子也能硬生生熬过去。只是张家从不给他这个机会。那天中午，一家人吃着他做的午饭，王素兰淡淡说，行吧，这饭还算入口，但别以为会做饭了就能当家，我没那个意思。就最好。婆婆放下筷子，端起一碗汤。你要记住，你是嫁进来的，不是来当主人的。饭桌上的空气沉重的像压了一块石头。张斌咳了一声，却没有出声。饭后，他一个人在厨房收拾，突然听到有人在门口低声叫他，秦小姐。他一惊，转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老同事李姐。对方拎着一袋水果，笑着说，我来这边看亲戚，听说你嫁过来了，想着顺路看看你。他几乎要红了眼圈。李姐走进厨房，低声说，露露，你在这里还好吗？他只淡淡一笑，挺好，我们部门有个新项目，缺个设计师。我知道你现在不方便，但未来如果有想法，随时联系我。他点点头，心里却像被谁轻轻点了一下。那天晚上，他望着天花板，久久不能入睡似的。这不是他的世界，可世界还在外面等他。他知道只要撑得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带着孩子离开这里。他还没有放弃，只是在等一个机会。孩子出生的那天，天灰的像蒙着一层湿布。剖腹产手术后，医生把小冰冰放到他怀里，小家伙闭着眼睛，呼吸均匀，小拳头紧紧握着，像是在抓住妈妈的心跳。那一刻，秦璐哭了。他不是害怕，而是觉得终于有一个人是他真正拥有的，是不会轻易背叛他的。可这份柔软还没来得及沉淀成幸福，就被现实迅速冲散。住院第3天，王素兰就来催他出院，医院太贵了，住1天好几百块，张家可没这个条件。养懒人张斌低头点烟，没有吭声。他明白这个家永远站在婆婆身后。出院那天，他的刀口还疼，医生说最好再观察2天，但婆婆催得紧，她也没多说。她坐上车，孩子在怀里睡得香，小小的脸贴着她胸口，像一团暖云。回到张家，李瑶正坐在客厅看短视频，张伟脚翘在茶几上嚼着零食。她一进门，没人帮她接孩子提包，婆婆只是吩咐一句，上楼，孩子房间我腾出来了，你自己去收拾他。默默点头，咬着牙抱着孩子，拎着行李一步一步上楼。产妇不该爬楼，不该提重物，不该受凉，这些她在孕期课堂都学过，可在张家知识是废纸规矩才是真理。晚上孩子哭了一夜，她一会儿喂奶，一会儿换尿布，身体像被刀割，精神也濒临崩溃。天快亮时，她迷迷糊糊睡着，突然听到王素兰在楼下喊，秦璐，粥煮了吗？她一下惊醒，赶忙把孩子放下，挣扎着爬起来。下楼，厨房里锅是冷的，米还是干的。婆婆叉着腰，你一天天就知道睡，女人生完孩子照样得干活，别拿身体当借口的。没反驳，弯着腰洗米，水声混着孩子的哭声，婆婆的唠叨，楼上传来的脚步声。整个家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机器，而她是那个不断被消耗的零件。午饭时，她
撑着把4菜1汤端上桌，脸色苍白。婆婆夹了一口菜，皱眉嫌了孩子，还吃奶呢，你自己不忌口，想害孩子吗？她终于开口骂我，身体还在恢复，恢复个屁我！那会3天就下地种地了，你吃我们家的饭就得守我们家的规矩，桌上的筷子重重拍在碗沿，吓得孩子又哭了起来。她抱着孩子走开，嘴唇咬得发白。深夜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哄孩子，夜风吹来，他裹紧薄毛毯。突然他看见对面屋顶有个人影，是刘姐家的小儿子。他偷偷递过来一个保温杯，说我妈让我给你送的。他说产妇不能吃剩饭。他接过杯子，微微一愣，打开盖子，是一碗热腾腾的红枣鸡汤，带着家常的香气。那一刻他眼泪掉进汤里，混着咸味一起咽下。第二天婆婆得知这事，狠狠地数落我们张家的媳妇，还要外人来可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她没有辩解，只是将那只保温杯洗得干干净净，悄悄放回墙角的台阶上。她知道在这个家里，温情是奢侈，生存才是日常。随着孩子长大，她每天半夜醒来3、4次，白天要洗尿布、做饭、打扫卫生，晚上哄睡、擦汗、喂夜。奶生活就像一个永不熄火的转盘，他连坐下喘气都成奢望。张斌开始晚归，有时喝醉，有时干脆不回。他说工地忙，说人情饭局躲不掉，可他知道他只是不想面对这个麻烦的家。一次孩子拉肚子，连着哭了3小时，他吓坏了，想让张斌陪他去医院，可他反问你不会自己带去啊？我还得上班呢。他只好一个人打车抱着孩子冲进医院。医生检查完说孩子可能对奶粉过敏，是不是换过品牌？他皱眉，没有啊，一直是同一个护士。在旁边轻声说我们看到有个老太偷偷往孩子嘴里塞东西，好像是糖水。他脑子轰的一声，回家后质问婆婆王素兰，却理直气壮，你那点奶哪够吃的糖水？我小时候天天喝，长得不也挺壮？哈，再说了，孩子是张家的，你怎么这么多意见？那一晚他没说话，只是整晚守在孩子身边，一眨不眨。他意识到，如果他不保护孩子，这个家会连最后一点尊严也一起吞掉。从那一刻开始，他悄悄准备离开他，联系了以前的老同事，问是否还有空房出租。他重新申请了身份证副本，准备找回曾经的银行账户。他甚至在深夜里偷偷写下那张再也没有寄出的离婚协议草稿。她不再盼望婆婆改口，不再期待丈夫变通，不再幻想这个家会给她一点温柔。她明白了，靠别人的改变不如靠自己的清醒。她唯一要带走的只有一个孩子。从小冰冰出生到她满月，张斌在家的时间不超过5天。婆婆说男人嘛，得挣钱养家，可他知道他不是在拼命上班，而是在拼命逃避。他曾经等过他下班，坐在饭桌边煮一桌热菜，可他总是说你先吃，我外面已经吃过。他曾经想过等他心情好一点就跟他说自己的委屈，说婆婆对他的冷眼，说自己产后身体还没恢复就被赶进厨房干活。可每次张斌一听你妈2个字，脸色立刻沉下来。别说是这些了，我妈也是为了咱们好。她一次次晋升，把满腹的委屈都压进心里，但再怎么压，日子也不会变好。又天生夜小冰冰，又哭个不停，哭的嗓子都哑了。她手忙脚乱换尿布拍嗝，抱着她来回走，一直到快天亮才哄睡。她一屁股坐在床沿，脚都软了。可刚合眼不到半小时，婆婆就拍门喊她起来，你那孩子哭的是邻居都投诉了。他睁开眼睛，眼圈发黑，嗓子干的说不出话，只是机械的起身。那天中午他终于鼓起勇气对张斌说，我们搬出去住吧，哪怕租一间小房子，我可以恢复上班，我们2个带着孩子也能过。张斌皱起眉，你这不是存心气我妈吗？我哥嫂都在家里住，你凭什么要特殊？不是特殊，他声音发颤，只是我撑不下去了。张斌吸了口气，语气冷了，那你是觉得张家不配你住？当初是谁哭着喊要嫁我的？你现在过几天苦日子就嫌弃了？他望着他，仿佛不认识这个人。曾经那个送他早餐，在办公室门口等他下班的男人，如今成了张家的一堵墙，把他隔在外面。那你呢？他问你，有站在我这边一次吗？张斌沉默半晌后才丢下一句，你要真觉得过不下去就自己决定吧。那一晚他彻底明白，婚姻里最可怕的不是争吵，而是冷漠。他没有再和张斌争论，而是开始默默筹划离开。
他开始整理孩子的疫苗记录、出生证明、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存根，把这些重要物件放进一个枷锁的小铁盒中。他还特意去镇上的小超市买了个二手旧手机用来联系外界。他很清楚，一旦动了离婚的念头，张家就不再是退路，而是对手。某天下午，他无意中在茶几上看见一张存折，是张斌的名字最近几个月频繁取现，但家里的开销根本没变。他默默记下存折号码，在心里浮现出一个可能，他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什么？他试探着问，你最近是不是有项目奖金？要不先给孩子买个婴儿车吧，每天我抱着他出门实在太累了。张斌漫不经心地说，钱还要寄给妈，家里一大家子人，吃喝拉撒也不容易。那我呢？他终于忍不住，我每天一个人带孩子做饭洗衣，什么时候也算一家人了。张逼脸一沉，你别太过分，我已经够累了。他看着他，眼中一丝希望彻底熄灭。傍晚他走去街尾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老同事李姐的号码。我想出去住一段时间，你那边还有空房吗？李姐愣了一下，哟，我那小单间还没租出去。露露，你真的决定了？他咬牙，为了我儿子，你随时来，我把钥匙放在门口的奶箱里。他挂掉电话，站在街边，风吹乱了他的发丝。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小心翼翼等待丈夫回应的女人了。她是一个母亲，一个愿意为了孩子放弃一切也能重新开始的人。她回到家，把孩子轻轻抱在怀里，小冰冰靠在她胸前，小手揪着她的衣角，熟睡中嘴角带着奶香的笑意。妈妈会带你走，她在心里一遍遍念，带你去一个没有人吼你，没有人看不起你的地方。那一夜，张冰有回家，婆婆说她去应酬了。其实她知道她是躲起来，不想面对她，没有再等，而是开始打包，悄悄地把过去几年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件件地放进箱子里。她轻轻地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晴露，你该醒了。她选了一个深夜，天黑风大，雨刚落下，街道湿漉漉的反着光。晴露抱着小冰冰，一手拉着早已打包好的行书。李湘从张家那扇沉重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她没有哭，也没有犹豫，脚步有些踉跄，但坚定如铁门，没有锁上，风一吹，哐的一声，像是过去的一切终于被关上。她没有搭车，怕被人看见。她拐进镇上那条老街，躲在一排便利店后面的长廊下，等着老同事李姐开车来接她。身边的孩子睡得香，小脸贴在她肩膀上，呼吸细细的，像一根拴着他心的丝线。李姐下车时吓了一跳，露露，你真出来了？和我不能再等车。开进城市的夜色像载着一段旧梦，驶入另一个维度。那间出租屋很小，在城市东边老旧居民区的5楼，没有电梯，墙皮剥落，楼道里飘着咸菜和烟味。但晴露站在门口时，却有种莫名的安宁。她打开灯，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电磁炉，一张桌子。她轻轻把孩子放在床上，自己蹲下身，像仪式一样打开行李箱，取出奶瓶、尿布、孩子的睡衣，还有那把她曾经用来测量空间比例的折尺。她抚摸着尺子，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穿高跟鞋走在画图间的自己。那晚，她第一次不用等婆婆喊，不用听丈夫冷言，也没有人在背后议论她娇气。她只听见孩子的呼吸声，还有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她对孩子轻声说，我们自由了。第二天，她早早起来，先到楼下小超市买菜，再用电磁炉煮了一锅粥。孩子醒来后，她一边喂饭，一边整理出一个日程表，几点哄睡，几点写简历，几点联系中介，几点上网找兼职。她要重新开始，但不是靠谁的施舍，而是靠自己。他用旧手机打电话联系以前的客户，问有没有设计活可以接，有的说再看看，有的客气的回绝。但他没气馁，只是说谢谢你还接我电话。下午他抱着孩子去了附近的社区医院，给小冰冰打疫苗。医生核对资料时抬头看他一眼，你一个人带孩子吗？他点头。医生说不容易啊，照顾自己别感冒。那一刻他有点想哭。离开医院时，天开始下小雪，她抱着孩子站在公交站台上，身边全是放学的学生和下班的工人。她看着这一切，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她曾经是一个设计师，但现在她是妈妈。她曾经觉得人生轨迹崩塌了，可现在她明白了，重建也需要勇气。晚上，她接到李姐的电话，露露有家设计工作室。
要招兼职你能去试试吗？虽然工资不高，但可以带孩子。他一愣，笑着说：可以，谢谢你。他挂掉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写在纸上，贴在墙边。孩子在地上爬来爬去，手里握着那个旧折尺，咯咯的笑。他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亮光。我们真的开始了，他对自己说。可生活总是不会让你太轻松。第3天夜里，孩子突然发烧，体温飙到39.5度，他慌了，披上外套就往外跑楼道。没有灯，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扶着墙往下冲，脚下一滑，差点摔倒。他咬牙拦了辆出租车，冲去医院。急诊室里，医生说是病毒性感染，需要住院观察他。想问费用，可护士只是淡淡一句：先交5000押金。他身上只有不到300块。他低头看着孩子通红的脸，假小家伙呼吸急促，小手冰冷地抓着他的手指。他红着眼睛说：我没有5000，但我一定会补上。正说着，一个男医生走过来看了他一眼：你叫秦璐。他一愣，点头：我是你大学时的助教刘志阳，你还记得吗？你那年做的毕业设计我还留着它。说着叫护士安排入院，这笔押金我先替你垫上。没事的。他怔住了眼泪，说突然涌了上来：谢谢你，谢谢夜里。他坐在医院病床边，孩子终于退烧，睡得安稳。他靠在墙角，眼睛肿得像桃子，可他笑了，不是因为有人救了他，而是因为他终于学会了开口求助，也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也有些人还在默默守着善意。他轻轻抚摸着孩子的头发，低声说：妈妈不会倒下，无论再难也不会出院呢。天天刚蒙蒙亮，医院的走廊还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味。秦璐抱着小冰冰和医生护士一一道别。他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带着孩子，在人生最狼狈的时候得到陌生人伸出的手。刘志阳送他们出门时说：露露，如果以后需要什么别犹豫，开口，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点点头，抱着孩子走进微亮的清晨角。不，虽然疲惫，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踏实。他回到出租屋，把孩子放在床上安顿好，然后坐到桌前，打开笔记本，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简历，一边画图，边哄孩子睡觉，一边整理资料，一边找兼职信息。他不是没有过退役，毕竟城市的竞争远比他想象的残酷。他去面试过2家公司，对方一听他要带孩子上班，立刻摇头：我们工作强度大，怕你吃不消，我们客户比较多，需要灵活加班。这些话他听得太熟了，他明白社会对一个单亲妈妈的宽容其实比想象中少得多，但他不气馁。他记得自己曾是业内小有名气的空间动线规划师，他曾被评为年度创意史家，曾独立完成一个大型餐饮品牌的旗舰店设计。他只记得那年加班到半夜后，骑车回家的风吹在脸上的自由。他不想放弃那个会发光的自己。那一周他每天发10封邮件，修改简历20次，带着孩子穿梭于地铁楼宇之间。有时候小冰冰在地铁上哭，他便抱着她站在角落轻哄。有时候孩子突然发烧，他就取消当日所有面试，只为守在床边陪他。有人劝他说：你这样拼值得吗？他只是笑笑：我不想让我儿子以后看不起他的妈妈。那天他终于接到一通电话，是一家新兴的设计工作室打来的电话，那头的经理语气和善：我们看了你的作品集，很有想法，愿意给你一个试用机会。他连忙说谢谢，声音几乎发颤。第一次去上班，他抱着孩子一起去了工作室，在城市南区一栋旧写字楼里，虽然地方不大，但很有创意气息。墙上挂着各类设计图和灵感板，空气里飘着咖啡香。同事们对他带着孩子上班并没有过多异议，反而有人笑着说：你儿子挺可爱的，像个小团子。他把小冰冰安置在一角，用围挡围起一个临时托区。他边画图边照看孩子，效率虽不如从前，但稳定细致。第1周他接到的任务是规划一个民宿改造项目的前期方案。他查资料，看现场照片，做布局草图。凌晨1点还在伏案画图。有天晚上，小冰冰突然大哭，不止他心急如焚的一边哄孩子一边改图，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纸上。他把孩子抱在怀里，一边轻声哼唱童谣，一边自语：露露，你不能倒下。他知道，如果他连这份机会都守不住，就真的没退路了。1个月后，项目交付，客户非常满意，经理当众表扬秦璐的设计精细，兼顾了实用与情感。这是我们很少看到的风格。他
他在掌声中站起来，第一次感觉自己不是某个家庭的外人，而是某个团队的重要一员。那晚他把工资打进账户，买了孩子第一辆婴儿车，也买了一瓶是最便宜的香水。他站在镜子前喷了几下，深吸一口气，对着镜中的自己说：欢迎回来。可是重生的路总不会一帆风顺。某天傍晚，他刚接孩子放学，托儿所时帮他申请了半天照看，回到家就在楼下碰到了熟人张斌。他穿着新西装，一身都市打扮，站在那儿看着他，眼神复杂。你过得挺好。他冷冷一笑，你不是只是觉得我不行吗？我没那意思。张斌低头，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天天念叨孩子，那是他的孙子。他淡淡的说，但不是他的所有物。张斌沉默了一下，低声道，要不你回来吧，孩子，有个完整的家总比你这样辛苦强。他看了他一眼，语气冷静而坚定。完整的家不是形而上的构造，而是看孩子能不能笑着长大。张斌有些惭愧，转身离开。他抱着孩子没有回头。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那个会犹豫会妥协的女人了。她不是张家的媳妇，也不是谁的附属，她是秦璐。张冰走后的那个晚上，秦璐失眠了。她坐在窗前，望着城市的霓虹一点点熄灭。小冰冰在床上睡得香，小手还紧紧抓着她的衣角。她知道张冰出现不是然，那人一向怕事，不会轻易来找他。如果连他都愿意低头，那背后必定另有隐情。第二天，他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魏秦小姐吗？我是镇上卫生站的王医生，你婆婆王素兰突然晕倒，现在在医院重症监护，情况不太好。他一愣，心中五味杂陈。那是曾把她当佣人使唤，日日苛责的女人，是那个冷眼看她坐月子却被逼着下厨的婆婆，可也是那个在年初大雪天里默默往她床头塞过一瓶热水袋的老人。她沉默了几秒，才低声说，我知道了。她没有马上赶去医院，而是先打电话请了假，把孩子送去托儿所，然后独自乘地铁回到那个曾让她伤痕累累的小镇镇上的医院。和以前一样，破旧墙角，斑驳走廊，弥漫着消毒水和老痰的味道。他站在 ICU 门口，看见张伟、李瑶也在低头刷手机，像是在等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审判。张斌迎了上来，神情有些尴尬。露露谢谢你来了，我妈前几天摔了一跤，脑部出血，医生说可能以后意识不太清楚了。对孩子他记得吗？张斌苦笑，他老念叨冰冰的名字，说他是张家的根呐。他当初怎么没这样想？这句话说完，他自己也沉默了。他走进病房，看见病床上躺着的王素兰，脸色蜡黄，眼神呆滞，嘴里喃喃饭孩子，饭烧好了没？秦璐站在床边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女人，如今失魂落魄，心中忽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情绪，不是同情，也不是仇恨，而是空他。轻声说，妈，我来看你了。王素兰的目光停在他脸上片刻后，模糊地眨了眨眼，是你啊，你还没做饭。那一刻，秦璐忽然觉得自己曾经经历的那些忍耐、挣扎、眼泪，在这昏暗病房里全都变得轻的是像灰尘。他低头轻轻叹气，我已经不在张家了。他离开病房时，张伟突然叫住他，秦璐，既然你也来看妈了，那冰冰是不是该回来了？他毕竟是张家的种种。他笑了，你们谁管过他？谁喂过一口奶，熬过一个夜？现在他是张家的人了。张伟沉下脸，你不要太自私，我们家也有抚养责任，抚养法院，怎么不见你们出钱出力？话音刚落，一旁的李瑶冷冷开口，你现在过得好了就不认亲了，你这算什么母亲？他不想再争，转身就走。可这场风波显然才刚刚开始。晚上他接到社区的来电通知，有人匿名举报他非法单独带孩子，无监护人证明，可能涉及监护权争议。他冷笑，匿名不用猜也知道是谁。他找出所有相关证明材料，出深圳疫苗记录、托儿所登记、工作单位担保信，准备亲自去社区说明。李姐知道后气愤不已，他们凭什么？你是冰冰的母亲，他们觉得孩子姓张，理应归张家。他笑了，但笑意里藏着疲惫。几天后，他站在社区办公室，冷静地解释一切，提供材料。出示证件，社区主任翻看他的资料后皱了皱眉，你的情况其实很完整，就是孩子出生证明上的父亲一栏人写着张斌。他点点头，是，可实际监护、抚养、生活照料都是我一个人承担。主任叹气，你是个好母亲，我们能看得出来。
但如果对方家属提出正式诉讼，你得提前准备它，明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风波，这是一场争夺一个用制度血缘舆论做武器的强压式争夺。夜里他个人坐在出租屋的角落，望着熟睡的孩子，心头涌上一股无声的痛。他不是没想过这一天可能会来，但真的面对时，他还是感到无比孤单。他轻轻握住冰的小手，坚定地对自己说，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把你交出去，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而是因为我是你唯一的家。2周后，张斌真的起诉了他。律师函寄函说，到工作室的那天，他正赶一个图纸修改的 DDL 前台，接过信封递给他时，还有些小心请柬，是法院来的。他拆开信纸张，一角折得整整齐齐，落款张斌内容很简单，要求重新审议子女抚养权归属，并请求由男方家族共同抚养，以保障孩子身心健全成长。他手一抖文件掉在地上，几个同事围了过来，有人轻声问你没事吧？他摇摇头，强忍着泪水捡起信件，回到工位继续工作。直到夜深工作室熄灯后，他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发呆。他不明白张斌怎么有脸提出共同抚养。过去3年，夜里发烧，谁在背着孩子跑急诊，白天加班，谁一边开会一边拖着婴儿，带哪一次疫苗，哪一次断奶，是张家人插过手，他气得手发冷却。说知道光凭愤怒不能保护冰冰。那晚他拨通了曾经合作过的婚姻律师李梦的电话，电话那头是熟悉的声音，露露，你怎么突然找我？我被起诉了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别怕，我们谈谈。第2天，他带着所有资料去了律所。李梦帆看了全部文件，包括出生证、医疗记录、经济证明、抚养过程影像，看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证据来看，你是完全具备单独抚养能力的，但这类案件在传统观念强的地区，容易受到父系血统优先的影响。秦璐冷笑，我知道，他们不是想要孩子，他们只是想拿孩子来勒索我回去。李梦点点头，这种时候更不能退步，我不会。他签下委托书的那一刻，仿佛在心里立了一座碑。回家后，他开始系统性的整理所有有关冰冰成长的资料。他把每次发烧的记录、诊疗单据、疫苗记录、入托登记，甚至买奶粉的发票都整理成册。他把冰冰的画作小视频录音，每一份母子共处的证据都装订成册，就像在对抗一个庞然大物前，他用尽所有细节编织一件盔甲。李梦说，法庭不是情绪的战场，是逻辑与证据的擂台。你不是来哭诉的，是来捍卫事实。他点头，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是为孩子争一个尊严的童年。庭审那天，他穿了一件米色长风衣，盘起头发，不施粉黛。对面张斌带着一个年长律师站在那里，神情平静，眼神却略显躲闪。法官问张先生，请陈述你主张孩子共同抚养的理由。张斌说，孩子是张家的血脉，在我母亲病重期间频繁提到孙子，我们希望他能回来陪伴老人，也能获得更多亲属爱护。法官点头。秦女士，你有什么要补充？她站起来，语气平静但坚定，我尊重亲情，但孩子不是张家的财产，他出生后是我一个人照顾，是我一人陪他走过生病成长每一个夜晚。他的哭笑，第一句话，第一步路，张家没有参与一个瞬间。现在他们说要带走他，是因为姓张，可他也是我生的，我没有要剥夺父权，也没有封锁祖孙联系，我只是想保留冰冰最基本的安全感。他知道睡觉时有人给他盖被，生病时有人守在身边。他顿了顿，目光坚定，我不完美，但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我不富裕，但我全心全意。他不是我的武器，而是我存在的意义。整个法庭一片安静。休庭后，张斌在楼下堵住他，你真要把我们撕破脸？妈都那样了，你就不能让一步？他看着他，眼中没有怨恨，只有沉静。我让过一次地让，从辞职到迁就，从被骂到沉默，我退到不能再退。张斌，你是孩子的父亲，但你不是我命运的主人。张斌无话可说，只是低头离开。几天后，法院发来判决书，维持现状，孩子由母亲单独抚养，张家可定期探望。那天秦璐抱着冰冰在公园散步，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小家伙高兴地抓住他的手说，妈妈，我们
在一起，对吗？他蹲下来亲了亲他的额头，一直胜诉的那天晚上，秦璐睡了一个很久很久的觉，没有半夜起床的焦虑，也没有电话铃声的惊扰。他抱卓冰冰躺在床上，任凭窗外的风吹着白色窗帘轻轻摆动，像一场迟来的梦。早晨醒来，她做了2个煎蛋，一杯牛奶，一碗燕麦粥。阳光照进厨房，她站在灶台前，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脸上有倦意，却多了几分轮廓分明的安宁。冰冰坐在小餐桌前吃饭，小嘴油油的，还学大人样的说：“妈妈，这个蛋好香哦。”她笑了你。喜欢妈妈每天都做给你吃，生活在悄无声息的回归秩序。他继续在设计工作室做项目，已经从兼职转为正式员工，每月薪资稳定，孩子也进入了半天制。托育下午由他或李姐轮流接送他，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周六午后，他偶尔会去市图书馆，一手拿咖啡，一手翻阅室内设计杂志，也会在小区楼下跑步，戴着耳机听以前大学时录的讲座音频。他甚至在网上报了一个 UI 界面课程，想拓展自己的设计领域。他知道未来不能只靠线下这些努力，没有人为他鼓掌，但他知道自己正一点点地走出那段黑色的泥潭。他开始重新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是一个活下来的人。但创伤并没有因为胜诉就自动愈合。有天晚上，他带孩子散步，碰到邻居带孙子在玩。那位奶奶笑着问：“你老公呢？”总没见过他。一怔，随口说他出差。他撒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谎，却让心突然一沉。是啊，这世上人有无数人用有没有丈夫来判断一个女人的价值，哪怕她已经扛起了整个家庭。冰冰渐渐长大，会问她一些难回答的问题。妈，爸爸去哪儿了？他不住在这里，但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他不喜欢我吗？不是，他只是不会表达，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也不想用坏爸爸的标签定义任何人。他不想让孩子学会仇恨，他只希望他知道爱有很多种样子，而他愿意做那个始终在他身边的那一个。某天下班回家，他在楼下碰到刘志阳，他刚从车上下来，提着一袋水果，还有几本儿童绘本。我在隔壁开了一个新事务所，今天路过，想看看你和孩子。他笑笑你，总是这么突然，我不敢太频繁，怕你误会他。一愣，神情微微紧绷。刘志阳看着他，语气温和：“秦璐，你现在很好，我很高兴，但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可以不只是母亲这个角色？”他低头没有回答他们。上了楼，冰冰见到叔叔特别高兴，抱着书就让人讲故事。刘志阳坐在地毯上一本一本的讲，声音低沉温柔。冰冰听着听着，靠在他怀里睡着了。秦璐站在一旁看着眼前这一幕，有些恍惚。那晚刘志阳离开前在门口说：“我不是来打扰的，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有人愿意和你并肩，而不是等你累倒时才扶你门关上的那一刻。”他靠在门边沉思良久。他知道刘志阳是个可靠的人，也知道他在一点点靠近，但他心里却像有一面无形的玻璃，透明却坚硬。那是一种防御，是常年在伤害中学会的自我保护。他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也不再期待完整的爱情。可有时候他会偷偷想，如果那晚不是张斌，而是刘志阳在产房门口，如果当初不是回张家，而是两人一起去租一个小房子，如果他苦笑收起这所有，如果他不能倒回头，不是不渴望爱，而是更清楚的明白要爱别人之前必须先把自己好好活着。于是他开始书写日记，记录每天遇到的片段小确幸，孩子说过的可爱话，工作里的灵感想法。他在一本牛皮封面的本子一页写道：“我不是不需要人爱，只是我不能再靠谁活着。”那年秋天，冰冰5岁了，她开始会自己穿鞋收玩具，也能跟小朋友一起在楼下踢球，还学会了唱小树苹果。但她也开始有了很多问题，那些像针一样细却能扎进母亲心里的问题。妈妈，我可以有个爸爸吗？妈妈，我们家为什么只有你一个大人？妈妈，老师说要带爸爸妈妈一起画画，可是我只有你。这些问题有的在餐桌上，有的在梦中，有的在放学路上，突然蹦出，毫无防备地打在秦璐心上。他曾准备好无数答案，用温柔化解，用陪伴填补，用拥抱替代解释，可终究他也有沉默的时候。尤其是那天幼儿园举行亲子运动会，别的小朋友有爸爸扛在肩上，有妈妈拉
这跑步冰冰也在人群中看着等着他，没哭，只是在午餐时问了句：妈妈，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蹲下来摸着他的头，认真地说：我们不一样，可我们不。差那天晚上他失眠了很久，他翻出以前存的张斌微信，点镜头，像看了几眼又默默退了出去。他不是没想过让孩子见父亲，可他也害怕那个人是否还会敷衍，是否愿意承担父亲的责任，是否值得他纠结挣扎反复斟酌。终于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傍晚拨通了那个号码。张斌，是我，你有空见见冰冰吗？电话呢？头愣了一下，接着说：当然可以，你终于想通了。不是我想通了，是孩子开始问了。两人约在了城市中部的一家亲子咖啡馆。那天秦璐特意给冰冰换了干净衣服，自己也换了一条米色连衣裙，看起来像个刚刚整理好的花瓶，外表光亮，里面空空。张冰比从前瘦了些，穿得得体，头发利落，眼神有些局促。冰冰在妈妈身后望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迟疑地说了句：你是爸爸吗？张斌蹲下来，试图伸手摸摸他。是的，我是爸爸。孩子没动，只是看着他小声问：那你钱去哪儿了？张斌哑口。秦璐接过话头：爸爸以前有点忙，现在回来看你了。他们坐下来点了2杯果汁和一份儿童套餐。张斌试图找话题：你喜欢画画吗？是。不要爸爸给你买水彩笔。冰冰点点头，但依旧有些拘谨。饭后张斌提出带孩子去玩滑梯，秦璐默默点头。他站在远处看着他们，一个在上爬，一个在下浮。那一刻竟有些恍惚，仿佛那场婚姻从未破裂，仿佛这5年没被眼泪和疲惫侵蚀，但他清楚那只是片刻幻觉。结束前，张斌低声说：露露，我这段时间也变了。是不少，如果可以，我想再补偿一些什么。他望着他，神情平静。如果你真心愿意，就每月按时给冰冰生活费，不是给我，是为他。张斌点头，我会的。他抱起孩子，准备离开时，冰冰突然扯了扯他衣角：妈妈，爸爸可以下次再来吗？他轻轻应了一声可以，但你记住，最重要的不是他来几次，而是你开心就好。那晚冰冰入睡前特地把那天画的简笔画收好，说是要送给爸爸。他看着那张图，上面画了3个人，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孩，旁边站着一个男人，脸上画了一颗大大的太阳。他忽然想起那个冬天，自己也是抱着孩子从张家逃出来，身后是寒风和黑夜，而现在孩子终于能画出太阳了，哪怕他不代表父亲本身，而是他心里的希望。他坐在床边，轻轻握住孩子的手，泪水无声滑落。那一刻，他明白孩子终究是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的，他不能永远只依赖他，而他也终将学会在放手中更勇敢的爱。那年冬天格外冷，城市街道上结了薄霜车灯，反射出一层寂静的白光。秦璐的工作越发忙碌，年底项目赶工，每天都在图纸数据会议中切换。他像一块被打磨光滑的石头，沉默却不失锋芒。他也更懂得时间的价值，每天清晨6点起床，送冰冰去托儿所后坐地铁进城工作，下班后赶地铁回家接孩子，做饭辅导作业，再开电脑改图。到凌晨他不再自怜，也不觉得累，因为他明白这一切都是自己选的生活，不依赖，不委屈，也不浪费可生。火总会在你以为已经掌控时给你突如其来的考验。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公司修改图纸，电话突然响起，是托儿所老师的声音：秦女士，孩子刚才在操场上摔了一跤，牙齿流血，我们已经送去医院，现在需要监护人签字。他大脑一片空白，扔下电脑就冲了出去。地铁站挤满了人，他像疯了一样一路小跑。车打电话赶到医院时，冰冰正躺在观察室，小嘴肿的老高医生在清理伤口。他扑上前，泪水直流：妈妈来了，妈妈在这。孩子看到他眼泪，终于忍不住：妈妈，我以为你不要我了。他一下子抱紧了他妈妈，永远不会。那一夜他陪着冰冰打点滴，坐在冰冷的医院椅子上，从午夜坐到天亮。孩子渐渐睡去，他却越想越惶恐。他想，如果自己正赶一个更重要的会议，如果当时手机没响，如果他忽然发现自己拼命工作的这段时间竟然没发现孩子悄悄长高了，吃饭挑食，
也更黏他了。他意识到生活不只是把孩子养大，更重要的是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第二天早上工作室通知他总部有个晋升名额需要去外地驻点半年，工资翻倍，你是其中被优先考虑的。他看着孩子肿着的脸，犹豫了一整天，最终回复：谢谢我放弃经理。惊讶，你确定吗？这机会很少。他点头。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想要的。他回到出租屋，抱着冰冰坐在沙发上，看他一笔一画的在纸上画雪人。孩子抬头问他：妈妈，你以后都不出远门了吗？他微笑：不出太久，我答应你要陪你看完每一个冬天。冰冰认真点头。那我以后长大了就带你去旅行，我来照顾你。他鼻头一酸，笑着摸摸他的头说：好了。那一晚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话：独立不是为了远离亲情，而是为了更好的爱与保护。我终将把孩子交给世界，但在他成长的路上我不会缺席。第二周，他用闲暇时间和李姐合伙开了个线上家装设计工作坊。虽然一开始只有2个客户，但他乐在其中。他做设计不再是为了业绩，而是为了重新建立与世界的对话。生活变得不再喧嚣，却多了温度。每个周五他会带冰冰去图书馆，两人一边翻绘本一边喝热巧克力。每个周末他会带她去公园骑车，看银杏落满一地。是金黄，偶尔刘志阳也会来带些点心书籍，陪冰冰玩积木。他没有明确答应他，什么也没有拒绝。他需要时间，不为重建感情，而是慢慢接纳可能他已不是那个一心渴望依靠的女孩。现在的她只愿和那个愿意并肩走的人慢慢走，不争时间，不逼感情。某个午后，邻居阿姨端来一碗热汤，你家这小伙子真有出是西谁看都喜欢。冰冰站在门口回头喊妈妈，有人夸我帅哦。他笑着答帅，还得有脑子才行。那一刻他终于明白，所谓完整的家庭从来不只是几口人的形而是母与子之间那份踏实不移的依靠与尊重。他不是在孤身抚养，他是在与孩子并肩成长。3月的城市，雨水绵密，像是一首不断重复的旧歌，情路着。理邮箱时意外发现了一封来自老家的信，寄件人写的是王素兰。他怔住了一瞬，随即才想起王素兰是张斌的母亲，也是那个曾让他无数次心碎的婆。信封纸已经泛黄邮戳，是2周前他拿起信封犹豫了很久才缓缓拆开信。不长，字迹有些抖，但能看出是亲笔写的。露露，我现在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后连吃没吃饭都记不清，不过我总记得你生孩子那天，我坐在楼下不敢上楼，也不敢面对你。你喊我妈的那一声，我一辈子都没还给你过。我知道你怨我，你有理由怨我，可我也老了，想清楚了些事。那个孙子是你一个人拉扯大的，我没帮过你，没抱过几次就想抢回来，确实不该。现在我不求别的，只希望哪儿天我走的时候，你能让孩子叫我一声奶奶，不为我，为他自己，别让他长大后觉得自己缺了一块这封信。你要是气就烧了吧，我只是想写写看完信的那贺晴露的手指竟轻轻发抖。这时间很多伤害都不是一刀致命，而是一点一滴积压成伤疤，而道歉也不一定能抹平那些伤疤，却或许能让他停止疼他。没有立刻回复这封信。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带着冰冰走进张家的老房子，阳光斜斜照进门厅，婆婆坐在旧藤椅上，拿着那条曾经给她坐月子时用过的破毛巾，笑着说：露露，你回来了。她没有说话，只是点头，然后梦醒枕边都是泪。第二天，她带冰冰去了照相馆，给孩子拍了一组照片，洗出一张装进信封里，写了几个字：他很好，也会记得你，谢谢他。没有附地址，也没有多说话，只是让邮差带走了那张。放下几天后，刘志阳来找他说有个公益设计项目想邀他参与，是关于单亲家庭城市空间改造的主题。他听了后心中一震，我可以讲自己的经历吗？当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设计图，更需要真实的人。你就是他。点点头，忽然觉得这么多年走过的每一段苦路、泪水与挣扎，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被倾听的地方。公益项目进行得很顺利，他不仅参与设计，也在多场分享会上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曾经觉得离婚是失败，独自养娃是耻辱，后来才明白，失败不是选择了离婚，而是不敢承担选择之后的路。很多女人
不是怕走，而是怕没人信他能走下去。每说一次，他都能感受到台下有人眼眶发红。他开始收到很多留言，有年轻女孩说：“你让我看到了未来，也有中年。”母亲说：“我正经历你的过去，听你说话是种救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一段伤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他的沉默曾被社会误解，他的反抗也曾被家族责难。现在他把他们说出来，就像为那些还在沉默的女人点了一盏灯。有一次冰冰问他：“妈妈，你为什么要讲那些伤心的事？”他蹲下来笑着说：“因为讲出来就不那么伤心了。”孩子认真的点头：“那我以后也要讲我不开心的事。好，我们说好了，什么都可以讲。”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终于建成了一个真正的家，不是三室一厅，不是铁锅炊烟，而是可以互相说实话，不必防备的两颗心。他给公益项目起了个名字叫无声之家。他说这不是为说话的人命名，而是为曾经不敢说话的人立碑。4月春风初起，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开始松动，连地砖缝里都冒出了绿意情露。换了发型，剪短了3年未动的长发，他对着镜子打趣，像换了一个人。冰冰笑着说：“妈妈，你变帅了。”他眨眨眼，帅不帅不重要，清爽最重要。他们母子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第5个春天，早已习惯每一站地铁的报站声，习惯楼下包子铺凌晨4点的吆喝，也习惯了没有张家的日子。他继续做设计公益项目，已经进入第2阶段。他不仅协助空间规划，还与多名单亲母亲组成协力小组，帮他们重新搭建生活重心。他开始变得擅长倾听，温柔的安慰，也冷静地提出解决方案。别人说他像一棵树，不高不艳，但稳定有光。某天晚上，他接到刘志阳的消息：“下个月我要去云南支教半年，你会想我吗？”他看着消息许久没有回复，后来他只回了4个字：一路平安。他没再追问，也没有道别。有些关系不是终止，而是安静地悬在空气里，等时间选择落地方式。他不再抗拒爱，但也不急于靠近。他知道自己仍在恢复中，那些曾经隐形的裂痕还需要更多时间来愈合。而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自己和孩子都照顾好，不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是为了彼此的完整。冰冰快6岁了，个头抽高了不少。文开始识字数学会，心算他学会自己穿袜子、冲牛奶、背书包，还学会了每晚睡觉前跟妈妈说谢谢你陪我长大。而秦璐每次都轻轻回答谢谢你也陪我。那年春末，学校组织一次亲子露营，一位父亲突发急事来不了，老师问孩子：“那你怎么办？”孩子说：“我有妈妈就够了。”老师回头看向秦璐，眼里是一种温柔的赞许。他带着冰冰搭帐篷，生火煮面，两人窝在一个睡袋里，听着帐篷外雨滴打在塑料布上的声音。孩子小声问：“妈妈，你害怕吗？”他说：“从前害怕过很多年，现在不怕了。”“那你会一直保护我吗？”“会，直到你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为止。”“那你以后会孤单吗？”他顿了顿，笑着说：“有你我不孤单，没有你我也不再怕孤单。”第2天清晨，露营地升起淡淡薄雾，他拉着孩子的手走过林间小道，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洒下一地碎金。他忽然回头轻声说了一句：“谢谢你，那个当年从张家门口抱着孩子逃出来的女人，谢谢你没有放弃自己。”他终于学会不再用仇恨定义过去，也不再用恐惧丈量未来。他知道这条路不会永远风平浪静的，他已经长出穿越风暴的脚步。远处传来孩子的呼唤声：“妈妈快来啊！”蝴蝶飞起来了，他笑着快步追上去，一手牵住孩子，一手拨开湿润的树叶。他走进春天，也走进了自己。全文完：亲爱的妈妈你好呀，这是我11岁生日那天老师让我们写的一封给最重要的人的信。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老师说要写真心话，要写我们平常不好意思说的话，那我现在就来写给你听。虽然你每天都在我身边，但有些话我还是没说过。妈妈，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的家和别人不一样，从幼儿园开始就有同学说你爸爸怎么从来不来接你，还有人笑。我是单亲的，有一段时间我很难过，我想问你，但又不敢问，怕你伤心。后来我听到你在厨房哼歌，也听到你半夜咳嗽，还看见你给我熬粥时把手烫红却装没事。那时候我就想，爸爸不在没关系，只要妈妈一直都在就好。你总说你不是
超人，但我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你一个人赚钱带我上学，还会帮我做手工，还陪我背99乘法表。我有一次考试全班第1名，你比我还开心。妈，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生病发烧，你整晚没睡，一边给我换毛巾，一边小声说：“宝贝，你一定要好起来，妈妈还没来得及带你去看雪呢。”那时候我虽然烧的迷迷糊糊，但我听见了。后来我真的好了，你真的带我去看雪，我们在山上堆了一个丑丑的雪人，但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可爱的雪人，因为是我们一起堆的。妈妈，有时候我会偷偷想，如果你不是我妈妈，你会不会过得轻松一点？你就可以不用每天加班，不用每次学校活动一个人扛2个人的活，不用总是说没事儿，妈妈来，其实你也会累吧？可是你从来都不让我看见你哭，你说哭不是弱，是爱太深了才会痛。我记得你有一次说，妈妈不是不需要人陪，只是不想让你为我担心，但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也想保护你。现在我会自己热饭洗碗，还会做简单的早餐等我。再长大一点，我要去打工赚钱，帮你买你喜欢的那双白色运动鞋。以后我也会开车带你去海边，去山上，去你说过来不及去的地方。妈妈，谢谢你这些年一个人撑着这个家，让我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快乐长大。你教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温柔，什么是尊重。你说人生不用赢别人，只要活出自己的样子就好。我现在相信了老师说以后我会遇到很多人，很多选择，但我知道无论怎样，我心里那盏灯不会灭，因为你教会我怎么点亮它。妈妈，等我再长大一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是关于爸爸的，不是关于我们的过去，而是你愿意重新谈一场恋爱吗？因为我希望你有个人在我不在的时候也能陪你说说话，走走路，喝杯热牛奶。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那也没关系，我可以多陪你一点。妈妈，你一直说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礼物，可我想说你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答案。这封信我会放进生日蛋糕旁边的信封里望你看到时不会哭，但就算哭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会帮你擦眼泪，像你以前帮我一样，永远爱你的儿子。冰冰写于11岁生日的夜晚。写完这个故事，我关上电脑，沉默了很久。窗外是深夜的风吹的城市，一脚轻轻晃动，就像秦璐在故事最后说的那句：谢谢你没有放弃自己。其实我也想对每一位看到这里的你说同样一句话，谢谢你没有放弃。不管你是母亲、女儿、妻子，还是某个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我们写这个故事不是为了渲染苦难，也不是为了贩卖坚强，而是想认真回答一个很多人心里都问过的问题：一个女人真的可以独自把生活撑起来吗？答案是可以，但也不应该只是有你一个人。秦璐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她没有被打倒，而是因为她在跌倒后还能站起来；不是因为她强大无比，而是因为她在无数次夜里哭完之后，第2天还会系好围裙煮粥带孩子出门上班。她身上有太多人的影子，她是那些在医院门口守夜的母亲，是离婚后努力找工作的姐姐，是在地铁上安静啃面包的你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有过情路的时刻，一个人面对白眼、恐惧、误解，但仍想给自己和孩子一个不将就的未来。这个世界常告诉女人，你应该懂事一点，妥协一点，安静一点，但很少有人问她，你累吗？你疼吗？你还好吗？所以我想替故事里的所有女性说一句，你有权利累，有权利哭，有权利失败，更有权利重新开始。我见过太多评论里写看到秦璐，我想起了我妈，也有人说我正在经历她走过的那段路。如果你曾哭着读完这个故事，那不是你软弱，而是你心里有爱。我不想美化现实，现实里独自抚养孩子真的很难，一边赚钱一边治愈创伤更难，而要在这个不够温柔的社会里坚持活得像自己最难。但我相信故事终究是给人一点火的，哪怕现实很冷，这一点点火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也许能照亮你往前的路。在写这个故事时，我最常思考的问题不是他最后有没有幸福，而是如果他选择了不同的路，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完整。我始终希望女性的选择权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日常。你选择留下，选择离开，选择沉默，选择说话，但这所有的选择都该是出于你真正的心，而不是他人眼光、家庭道德、社会标签的裹挟。你不是别人眼中的女人，
你是你自己，你不是不完整的家庭，你是孩子温暖而坚定的世界，你不是离异单亲失败者，你是活下来了还愿意继续温柔的勇者。有朋友问我，你写这是不是因为你见过很多女性的不幸？我说不是，是因为我见过她们的了不起。所以如果你现在正经历人生中某段艰难的日子，我想借用故事里冰写给妈妈的那句话送给你，你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答案，哪怕过程不完美，路途有波折，但那份属于你的光一直都在最后想对所有读完这个故事的你说，请温柔地对待自己，允许自己慢慢来。你不是来讨好世界的，你是来走好自己的路的。愿你被世界温柔相待，也愿你在世界不温柔时仍有勇气温柔以待自己。如果你愿意，欢迎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你身边的妈妈、姐妹、女友、女儿。也许故事不能替他们走过现实，但已在某一个夜晚成为他们心里那一点点不息的微光。愿我们一起活成光，作者敬上。